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在家里待了10多天，没有出来拍视频。我还上不来了，我还咋的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铜仁思南这边的塘头镇了。其实我这个下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江。那么这儿呢有电线杆往前面去啊，前面那儿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，而他们呢只能是通过这个小道走过去，又或者呢是往这个江边渡船出门非常漂亮的几户人家。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呢用无人机拍了一下，今天呢过去探访一下。他们这几户人家呢离公路并不远啊，我从那边公路走过来的，大概就是走个10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几户人家。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。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山的后面，然后从这个山上穿过来的。穿过来呢我们就到这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这儿呢好像是一个码头，我们上来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码头啊，因为这个下边呢放着5、6艘船，这个呢是小船，那一艘呢好像还是一个客船，对吧？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码头，确实是一个码头啊。这边有写任家湾渡口啊，丰清任家湾渡口。那证明这个地方以前呢可能是一个码头啊，也就是周边可能好多人要坐船的，他有可能是走到这个地方来坐船。因为这儿呢只有3、4户人家这个呢是一个客船啊，上边还写有这个现在30人的这个字样，可见曾经这里应该是比较繁华的，对吧？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少的人过来啊，因为它这个门前呢都用这个网给拦住的，可能是预防这些鸡啊鸭的就是飞出来吧，对吧？那我怎么样进去呢？因为那边还有几家人，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江边走过去啊？走吧，试一下吧。哇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碧绿的水，背靠青山，对吧？很漂亮，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。说实话特别羡慕这样的地方啊，我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可是很难这个河边那儿呢也飘着一个船，然后看一下这边非常美啊，我都挺羡慕有这么一个地方的。在吃饭了呢？没知道吧？耍呀，就你们这儿耍，你们这儿看起环境好好哦。说在吃饭了？你看，正好碰到你们在吃饭。吃点嘛？不用啊，不用，我坐会儿就行了，坐会儿就行了，因为我刚测了，你在那还早哎。哎呦，我给你吃的哈。不用，你们测就行了。老实的嘞。真的测了。正好碰到你们吃饭我测了，你们测就行了。你看，还真的萝卜炖腊肉，是不是呀？都是吃的嘛。吃了，真的吃了。你们这里有3家吗？4家人哈？好，谢谢。是这个5家人。这儿是5家人。你们这里以前是个码头啊？以前是个码头啊？也就是个老码头上从。我们现在是个主那个嘛。主要通道。过河。哦。你是从那边走路过来的这个？从那边走路过来。你这儿也只能走路过来呀？是的吧？所以我们这回去赶场是吧？就是水涨了就是不来喝，就是主管一个船嘛，挖进去。如果说也涨水了，走那个路都不行哈。不能行那就坐船咯。你们自己有船噻？
我只有个船，有个农用船。有个农用船。哦，环境农用船可以赶场。嗯。哎，有没有可能让有些人喜欢坐船耍的，你可以那个逛哎？有办那个证书的，办那证书的行。哦。办那航行的，拿个牌，拿个本本，跑就哪从西南跑到哪海，这种可以去了。哦，还要办本本。如果不办本本，那你只能自己用，对吧？老人不行。哦，自用船你光本人这样可以去。这坐个亲戚在上面都不行喽。到茶的水平都可以。我管你家人也带。啊。别个特说啊，抽醉了不行，你本来这个船是两个人的，你要装3个人不行。哦，你们那种船呢，只能装2个人的。哦，有装2个人的，有装3个人的，有装5个人的。哦。最够5个人的。你们年纪都不大噻，应该没得60岁了哈。差几个月。差几个月。小孩儿都在外面打工。你家有几个呢？2个，女儿结婚了，儿子就是还没娶媳妇嘛。哦，儿子是小那个，儿子是小那个，小嘛才20岁，20多点嘛可能。我这个路就是这个路不通，像个女朋友来，好有时候来看路不通。好那个人家老给来做这些地方嘛。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地方探险不是好探得很，环境好的嘛，全部都可以坐船的嘛。真的。哪有车子了嘛？啊，有车子不要紧啦，有车子你还不是可以开到对面啊，去坐船过去就行了呀。有些好咦，他一定会找到，因为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地方。你看后面有山，前面有水，前面又可以坐船，几多安逸啊！我说到这个那些，就总在的他就那，不在他那个环境，条件差，路不通。这种跑得好子哦，坐不就坐船。等于在这里做起了，现在就没得啷个收入了，是吧？就以前可以渡船的时候，那还可以有点收入哈，渡船。我坐船有点收入嘛，涨得火，船也不去渡了。现在这个又在挂到这个政策，10年禁渔去鱼也不许狗了。哦，现在是不准打鱼，船也开不到。就顺着就没拿收入了噻，我们。那假如说你要去办个船的证，那好办没？船的证出来之后好办。那你为哪个不办呢？办这个噻。哦，你办的哟。哦。那就可以跑船噻。你跑哪嘛？你不要装就是装的，你跑哪嘛？没人装的。哦。你说你这摊好安逸嘛？坐在坝子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满江水。看得好。真的啊！哇，好多人想找这种地方找不到，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些人，是吧？在家门口就可以见到这个漂亮的风景。你要这样爬下来就可以了。啊！走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？满江绿油油的水，然后他们呢是5家人，4栋房子呢就是住在这个江边，下边呢放了好几艘的船。特别遗憾的是，我准备让大叔开着船带我来转一转，但是他说是不行的。他们自己村民干活啊，或者说赶集是可以开自己的农用船去进行通航的，但是拉人是不行的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叔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的高哈。那我呢，也只能就此作罢了。特别羡慕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。只不过呢，听大叔说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收入啊，就是以前的话可以靠渡人过江，还有就是打鱼可以有一部分的收入，但是禁渔期开始之后，然后这个轮渡呢好像也不能渡人了，所以他们
没有多少收入啊，现在也比较清闲。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交界处，有一片山水相连、绿意盎然的区域。这片交界的地带被称作鸡鸣三省，意指早晨一只雄鸡啼晓，3个省可同时闻听。渭河、果哈河、赤水河相汇于此，三省分居于悬崖三侧。云贵川三省也正好以此作为边界。历史以来，此地都是地理死角，交通闭塞。在云南和四川峡谷顶端建设起来的这样一座鸡鸣三省大桥，建成之后的总长度是286米，桥面距离河面垂直高度160米，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。我们从空中看，这座大桥左侧就是云南正雄的村庄，而河对岸的悬崖上其实就是四川叙永岸边的村庄。2个村庄的距离仅仅相隔几百米，他们不仅是世代的邻居，甚至有很多还是亲戚。可是以前要在这儿串门走亲戚却很不容易。首先要从四川这边悬崖上开凿的栈道，顺着陡峭的峡谷下到河谷底，再乘坐渡船到河对面，然后再顺着几乎垂直的山体向上攀爬，才能到达云南一侧的村庄。只有几百米的距离，却要走上2-3个小时。而伴随着这座历时3年半时间建成的大桥通车，村民到对岸仅需5分钟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乌江的边上，在这个路边呀，发现对面有几户原生态的人家，非常漂亮哈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不通车路，然后他们要出行的话全部靠渡船哈。看看那个江边上也摆了几艘船，如果说让我在那儿待个1-2个月的话，我是100%愿意的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哈，很漂亮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梅潭和石阡的交界处。我身后这条高速路呢，就是梅潭到石阡的高速路。去年年底呢才通车的。那座大桥呢，就是河闪渡乌江特大桥啊，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桥。它的桥长呢有2公里长啊，桥面到水面的高度呢也有340米啊，也是有100多层楼高啊，非常的壮观。这条高速公路呢，是从我脚下的这个山体里面穿出来的。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呢，正好居住在这个高速路边上啊，它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00米。然后这条高速路现在的车流呢，还是不错的啊，经常都有车过来过去。我感觉他家住在这里是不是太吵了？因为这个车辆出隧道啊，包括在这个桥上走呢，它的振幅都是比较大的，声响也比较大。可能比较吵哦，要是我的话可能睡不着。那么大家看这个前方呢，就是河闪渡的大桥，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大桥。它这边从山体出来之后呢，那个地方把山开了一个岔，对面呢那是一片悬崖峭壁啊，而且我看到那个崖壁上还有一些山洞啊。那么它这个桥面到下面江面的高度也有300多米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峡谷，挺壮观的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铜仁石阡的楼上古寨，这是一座建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，也被称为周家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房子的角落，包括路灯上呢，都有偌大一个周字，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。整个村寨呢，坐东北向西南，距离石阡县城15公里。这里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。据周氏家谱记载，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，明朝进士周国照出任四川威远县，修建有江西会馆。家属呢居住在该县洛阳乡的大城坡，后来呢又移到西属潼关乐乙县天井坝。明朝弘治6年，也就是1494年，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了。也就是现在楼上古寨的始祖周伯权呢，避难贸易入黔，来到楼上古寨啊，发现这个地方前面有河流环抱，后有苍山点缀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。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点，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区，东南方向为生产区，西南方向为居住区，西北方向为娱乐区，东北方向为墓葬区，功能分区非常明确，让人惊叹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楼上古寨的寨子里啊，走，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神秘的寨子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进寨子的大门。一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是一个广场，中间这个呢就是戏台，也就是说，以前呀，人都在这个2楼那儿唱戏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一个建筑。那么村民呢就站在下面观看啊，整个广场呢还是比较大的。这2棵树其实不简单的，它是一个树头，上面呢分叉开来。这棵树呢叫做桂花树，但是他们这里呢把它称为姊妹树。为啥呢？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，一边是开白花，一边是开黄花，还是比较神奇的啊。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呢，正好遇到中秋节前后的话，可以见证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7星连珠的古枫树群，但是呢，现在这7棵树已经不全了。看看这里有一棵坏的，这棵是，这棵是，这棵是，那里那也可以是。那么目前的话，这7棵树好像只有这2棵是活的，其他的全部都被这个仙鹤在上边筑巢，
你看这边这个树上都有些草，然后呢，就是拉这个粪便下来呢，就把这几棵树给弄死掉了。现在只有2棵活的，还是3棵活的。这个上面呢是紫铜宫，我们去看一看那棵千年紫薇树啊，非常罕见的。我要是不说的话，你们是不是以为这棵树很普通？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！这是一棵千年紫薇树，非常的漂亮，长1000年才长这么大。它的这个树的表皮啊，触摸去就感觉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滑，非常的舒服哈，摸起来。你看，这写着千年紫薇树。很好玩的是，在开花时节呀，用手触摸整个树身呢，树叶会摇动不止啊，体验后会给你带来好运。我们摸一摸哈，现在在刮风呢，感受不到它这个树叶到底有没有抖动。如果说正好大家来这里遇到没有风的情况下，可以试一试啊。这个地方呢叫做四方碑，就是楼上古寨的墓葬区啊。前方这一座古墓呢，就是四世祖周国珍的坟墓，但它是一座假坟，真正的坟墓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岩穴之中，当地人称之为岩穴葬。这一座古墓呢，以绝壁为天然的屏障，周围由参天大树覆盖，浑然一体，前方群山环绕，江水环抱啊！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如何？哇，在这个寨子的中间来看一看啊，这个古寨子非常漂亮啊，里面的建筑呢都是这种3合院、4合院的这种造型。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寨子山上的观景台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古寨的北斗七星的布局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三宝这里啊，它就是属于墓葬区，这个位置呢就属于娱乐区，这个位置呢就是生活区、住宅区啊。那么前方江边的这个土地这里呢就是生产区。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形啊，它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斗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住宅区，这个地方生产区，前面那儿墓葬区，这个地方娱乐区，是不是像一个斗？而江边这里延伸过来呢，就是一个坝，对吧？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。那通常我们很多人修建房子、修建住宅，是不是在江边？但是它这个地方呢，正好把江边的这一片地呢，作为这个生产用地，而靠山的这个位置呢，建的房子。所以说，你们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牛不牛？那么前方呢是群山环绕啊，江水环抱，整个寨子在建寨之初就有非常多的考究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屋啊，马山古屋。这个地方呢是龙门，上边呢写有千年古龙门的一个字样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龙门是呈8字形开的。那为何要呈8字形呢？主要当地人说有一个驱蛾辟邪的作用。还有啊，这个龙门它是不正对中堂的，是斜着开的，又有财不外露的一个意思啊。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几百年的马山古屋。那么这个建造风格呢，它是4合院型的这个马山古屋，两边呢都设置有厢房。那厢房呢，它有2楼啊，也可以住人啊，也可以放一些杂物。那么那边那个呢，好像是以前的猪圈吧，那个也是厢房。这种属于这种4合院又是3合头的这种建筑啊，因为它前方有龙门，所以呢也把它当成一个4合院。这一栋马山古屋呢，就是楼上古寨最古老的房子，也就是1世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第一栋建造的房子，至今呢已经是有400-500年的一个时间了。大家看这个房子的选的地点啊，也是非常的正，因为它始终是这个地方第一栋开始建的房子嘛。你们看这个正中间对出去啊，前面是一边一座山，对吧？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垭口，那这栋房子的向山呢，就是朝这个垭口向去的。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门，对吧？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马桑来建房子啊，因为马桑树呢大家都知道长不高。你看这一栋房子呢，它明显呢比周围其他所有的房子都要矮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啊是马桑树。马桑树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不高的啊，所以你看这栋房子呢，它建的也不高。马桑树能长到这么高的柱子呢，已经是很厉害了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边上这个厢房啊，也有可能啊，就是以前的人啊，个头是不是都不是很高啊？所以说他建造房子呢，也建得比较矮一点，这个咱是无法去考证的。反正整个房子它跟现在的这个木房子的这个风格呢，应该是要矮1/3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。这个古房子呢，全部都是马桑木修建而成。当然现在呢，因为被烧毁过，所以有一些呢是保存着，有一些呢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，比如说这个板壁呢，可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。这个上边有写着啊，楼上村古建筑周正奇的老宅。周正奇呢，应该是他们这里的几世祖了哈，他并不是原始世祖。这一栋马桑屋够久远了吧？至今已经500多年了。楼上古寨建在500年来啊，没有出现过水灾，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火灾，这得益于人家的防水系统和防火系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巷道穿来穿去，那么它的两边，这个古巷道的两边呢，都有很深的这个沟，干嘛的呢？就是排水的。因为整个寨子呢，它是依山而建，所以说一旦在涨洪水的时候呢，这个排水系统呢尤为重要。你们可以看看每一个向山上走的这个巷道呢，两边都有这个排水系统，在这些地方呢有做一个交叉。那么这个房子的下方为什么都有这种石墙啊？你们可以看看两边都有这个石墙，它这个石墙的目的呢，有一个防盗的作用，当然也有防火的一个作用。老娘，哎，真的嘞，在这儿耍。哎，你找哪？哦，买菜种。好，那你去买吧，我再看下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巷道的两边啊，它都先修有一段这个石墙，它的目的呢有防盗的作用，更重要的呢是防火，也就是其中假如说某一栋房子有着火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够很快通过石墙能够攀爬上去。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哈，这里建了一个石墙之后，他脚往这个墙上一踩，立马呢就可以到房顶。到了房顶之后呢，把上面的这个瓦呀，这个木料一掀开呢，那么我们的这个火光呢，它就可以什么直接穿出去，就避免了大面积的这种火灾的情况。这个天府井的这个泉水呢，也是比较神奇哈。现在大家看啊，已经天干了2-3个月了，这个依然有这么大一股水。但是在涨洪水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也比这股水大一点，大不了多少，它也不会水昏，所以说挺神奇的哈，这个泉水。楼上古寨呀，把这个山水人文地理运用到淋漓尽致，包括对村寨的这个防水防火防盗系统的建造呢，也是堪称一绝，真的是很多值得现代人的学习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今天呢，阿泰是来到了赤水河畔，这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建在石头上的古镇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座古镇竟然是一座千年军商古城堡。没错，这里就是赤水的秉安古镇，一座建在河滩巨石上的千年古城堡。秉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，被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石。据历史记载啊，早在殷商时期，这里就有古人渔猎的踪迹。自清朝乾隆年间赤水河进行大规模治理后啊，
丙安成为了赤水航道最繁荣的水陆码头之一，也是云贵川三省往来盐船和商家必经的夜泊之地。当时沿岸的马帮、盐帮、酿酒烧坊林立，客栈、饭馆、茶馆比比皆是，正所谓是繁荣一时啊。这里呢，就是曾经的茶马古道。如果你走在这个古道上啊，你都能感受到当时的繁华。中间这个桥呢，叫做双龙桥，它位于一条河流和赤水河的这个河口，始建于清代啊，非常久远了。桥的中间呢，早有一雌一雄两条龙昂首向上流方向，龙头高出桥面 1.1 米啊，非常的壮观。我们顺着茶马古道一直往前走呢，就来到了古镇的下方。可以看到这个下方呢，全部是一片巨石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丙安古镇被称为建在巨石上的古镇。顺着这里台阶往上爬啊，爬上去呢，就来到了古寨的东华门。我们从东华门进入古镇啊，一路也走不了多远，就可以来到西面的寨门。那么西面的寨门呢，叫做太平门啊，均为清代所建。建筑呢为这种拱形的石门啊，出寨门向西下坡呢有一条63米的石梯啊，呈这种阶梯形呢向下延伸，通向码头。可能有人会问啊，这么小一个古镇，当时怎么就是军商古城堡了呢？其实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啊，这样的地形其实是易守难攻的，因为这个两边呢都有河流，其实你是很难渡过来的。所以说呢，它这个地方呢，古镇是依山而建，又是建在河滩的这个巨石上面的，你从下游上去了，你上不去。两边的河流呢，也是隔断了这个去路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。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川心洞，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，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。走，我们进去探访一下。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，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。它这个洞呢，它是两边是相穿过的啊，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，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。这边呢建有一排的这个房子，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。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，经过这一座小桥，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，乘凉的这个房子啊。它这个两边呢，一边有一个坎，然后呢，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。哇，走到这边来，好宽大。你在做哪个，水水？你在做哪个？你在写字啊？我来练诗，我来练一下书法。你是写书法的呀？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，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。参加全国书法大赛？哦，哇，你才是个文化人呐！文化是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哈。混时间，写得好哦。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呀？40年了吧？都写了40年了。我这个《清明春》就写得好啊，可以说是这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。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，我只有一首《清明春》诗，在当今中国，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。我念给你听，好吧？清明春大江就是我们大江姓的嘛，秦东疏流，后得江城，甘霖菩萨万物不停更，峰峦突翠清气扬烈，云追白鹭流龙黄野，
河清海晏，盛世风华尽红尘。阴下里望西山玉水，满云皆春。观音湖有新雨，乌江飞鹤响无行云。喜故乡玉柄，化月清丽。拓平山华，相对人景。国强民富，气正风情。寰宇激荡，中华魂。同携手，奋进新时代，锦绣乾坤。对，写得好。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写的，它的文学性，它的艺术性，它的思想性，它的政治性，它的社会性，它的时代性。但是你再好的诗词，你如果没得朋友，他就顶不到赞，他又不给你点赞，其他他又看不懂。关键是有文化的人也是占比少数。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就少，现在懂诗词人少，再加上他这个平台，一般又看不到，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。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，他就给你点个赞。叔好大年纪的？今年62岁。66哈。你来这里好多年了？今年18年。18年了。你是啷个原因来这里的？我家就是外面的。哦，之前就住那边？就是过去就是1公里。哦。我从小望这个砍柴呀，都在这里。都在这个地方。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，又整那些东西，花了好多钱哦。这将近花500万。花了500万。今年18年。光是修桥、修路啊、修洞，搞这些30产品就搞了7年。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，来慢慢的整。我家这个地方，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，修个生态啊。对。我不图那走那勤嘛，那我就图他自己待个舒服啊。楼来的话，有几个爱情不会有啊，自己待个舒服嘛哈。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？在哪里上班啊？哎呀，我待了单位多。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？我在劳动局啊、计划委员会啊、司法局啊、农经委啊。这个洞主沈叔叔呢，他在48岁以前啊，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，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，也上了好几年的班。48岁以后啊，才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，真的是令人敬佩啊！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，放下了好多事情。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，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。你看，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，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。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，是吧？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真是勇气可嘉呀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，下棋啦，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啦，对吧？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，让人羡慕哈。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有很多人来问我，你们贵州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农特产品啊？当然有了，就是这种水果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到过吧，也没有吃过吧。它浑身长满了刺儿，你一不小心的话就被它扎一下。像外地的朋友的话，看到这样的水果他也不敢吃啊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吃，对吧？跟大家说一下哈，这个赤梨果呢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呢营养价值非常丰富。它不单单是赤梨果上长了这么多的毛刺，它的树上呢也到处都是这种很硬的刺，很坚硬的刺。如果你不小心被它抓到的话，是非常疼的，而且是要出血的哦。那么我们去采这个赤梨果呢，一般都要戴手套啊，你不戴手套的话很容易扎手。当然，我们有经验一点的话，可能就这样子哈，用手去把那个刺呢，跟它这个，哎呦，跟它麻过来，对吧？把这个地方搞掉，剩下这个刺果怎么办呢？用牙咬一下，采下来的话它还全是毛刺，那就我们就牙齿咬一下，
咬一下呢，就要把它这个里面的籽给抠掉。我们把它咬开了之后呢，就把里面的这个籽给它抠掉啊，就是这个形状的，边上依然是这么多毛刺。然后就是这样吃，刺也一块吃掉了。它是那种酸酸的、涩涩的那种味道。有人会问哈，你这样吃进去，这个刺都扎手，难道不扎嘴吗？你到这个嘴巴里面的话，这个舌头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，它一旦碰到的话，它就会把这个刺压扁，或者说它知道往哪个方向，它才不扎嘴哈。这个咱不好描述，反正嘴巴里面是很厉害的。我跟大家说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刺梨果，虽然它很小，就比我们的大拇指大不了多少，但它的营养价值却是非常高的。它有健胃消食的一个用途啊，就是我们肚子很饱的情况下，我们吃几个呢，它有消食的一个作用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肚子特别饿的时候，随便吃上2、3个这样的刺梨，它就有很好的这种饱腹感。所以说呀，它是补充能量非常好的一种野生的刺梨。你要吃它呢，有可能你要被扎好几下。你看，刚刚我为了吃它也被扎了几下，而且我还是有经验的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刺梨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那它高在哪里呢？ VC 含量非常高，它的 VC 含量是苹果的600倍，是猕猴桃的20倍，是柑橘的100多倍。所以，假如说我们需要 VC 的情况下，你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吃这个刺梨果来的实在。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，而且它里面还含 VP、VC、SOD。如果说是生吃的话，它这个口感确实是很一般。不过呢，现在这个刺梨果呢，已经是加工成了很多的一些产品啊，比如说把它晾干啊、晒干之后呢，可以拿来泡酒啊，是非常好的。还有做成这种刺梨干呀，把它做成这个刺梨汁儿啊等等啊，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衍生产品出来。比如说把它浓缩成这样的刺梨原液，那这个呢就喝起来口感要好很多，而且它的 VC 含量呢也全部提取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看看哈，我们每100毫升的这个刺梨原液呢，它的 VC 含量啊是800毫克，天然 SOD 呢是53000优个单位，刺梨多酚呢是1000毫克，这个含量是超级高的。我们一瓶呢是50毫升。那实际上它的天然维生素呢就是400毫克啊，天然 SOD 呢就是26500优，刺梨多酚呢就是500毫克。我们人体呢一天一般需要100毫克的维生素 C 就可以了，特殊人群呢可能多一些，这一瓶的含量是400毫克的维生素 C。我们喝这么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就能够超过我们一天所需要的 VC 含量。所以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补？而且我告诉大家哈，我们去补维生素 C 的时候，很多都是合成的，那么它不能促吸收。而我们的刺梨原液里面，它含有天然的 VP 就是促 VC 吸收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喝这样的刺梨原液的话，它是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的。朋友们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刺梨原液它被称为液体黄金，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，而它的医学方面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讲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。比如说我现在喝这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啊，我喝给你们看一下，50毫升，2口就喝下去了，营养就吸收的满满的。你们知道这一瓶它是400毫克的这个天然 VC 含量，假如说你要去吃水果来补充这个 VC 的话，你要吃多少呢？你要吃10公斤的苹果，而且它的吸收程度是不如喝这个原液来的好的。朋友们，每天让你吃10公斤水果，你吃不吃得下去？所以我要跟大家说，你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这种特殊水果刺梨，那绝对是21世纪对于水果最牛的发现。
我相信这个产业可能在贵州会发展越来越好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。最后呢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赤泥果哈。假如说你在山上看到有这个赤泥果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吃的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它虽然是刺儿头不好弄，但可以吃，而且是充饥很好的这种野生果啊，吃几个就能有饱腹感啊，非常适合野外生存的这么一种水果。那么你也可以把它采回家晒干之后呢，拿来泡酒啊，也是非常好的。第三一个呢，你可以加工成果脯，你也可以自己加工啊，没有问题的。自己拿回去之后煮一煮，然后把它晒干也是可以的。你也可以榨汁啊，把这个水果拿回去，把里面的籽抠出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去掉，那你就可以用榨汁机来榨汁，榨鲜果汁，那吃起来是不是又是另一番的味道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这个赤泥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好产品，还有很多很多是你们不知道的哟。你敢相信吗，朋友们？20年前从一棵楠木树上掉下来一棵树枝，竟然卖了60万。大家好，我是泰哥。现在呢，我在铜仁德江的楼房村，这边呢有一棵4300年的金丝楠木，被称为亚洲楠木王。走，带你们看一看这棵神奇的、价值不菲的楠木树。我们来到这棵树的跟前呢，这里写着亚洲楠木王千年神树。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文字，也介绍了这一棵楠木古树啊，跟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渊源关系。大家有兴趣可以截屏好好的看一下。那么这棵4300年的古树呢，就在这个上方这个位置。我们来到这棵楠木树的跟前啊，发现这棵树真的是非常的巨大。哇，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根系啊，是全部抓入地面的。而金丝楠木呢，大家知道它这个木料啊是非常的一个坚硬的，就坚如石头一般的这种感觉。整个这个树根下面，它像这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心脏一样抓向地面。它下面这个树根的这个幅度啊，据说有32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面积，而且还有没露在外面的。那么它这个树的树高呢，有43.5米哈。43.5米是什么概念，朋友们？相当于13层楼的高度啊，大家可以去核算一下。这棵树的树围呢，他们标出来是12米，12米呢，就可能要大概9个、10个的成年人呢，才能把这一棵树给围住哈。这一棵树的树龄啊，至今为止呢，据他们的介绍啊，有4300年。哇，4300年是什么概念呢？那个时候啊，我还没有出生，可能看视频的各位呢，也都没出生吧，非常的久远哈。我们人活几十年都不容易，那么这棵树矗立在这个地方已经4300多年了，太令人敬佩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大小，大家在视频中啊可能感受不到，但是当我特别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啊，你们来感受一下。我们再看这个树的一个树围，那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红布啊，把它围起来的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来给它围上的。一个呢表示敬重，第二个呢是祈福啊等等这些意思哈。因为毕竟这棵树生长了4300多年，也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而且呢，他们好像是每逢一些节日呢，会到这个地方来做祭祀的一个活动。之前我来过这里一次啊，有个本地的阿姨跟我讲啊，他们有一次祭祀的时候啊，下面站满了几百人。那么祭祀的时候呢，都没有什么事情。当人全部撤离开的时候啊，上面呢掉了一个枝丫下来。所以你看，像这样的千年古树啊，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灵性哈。人们呢在这里来敬重它，当然它呢
也是在保护人们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来近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一棵树啊，在我的感觉里啊，就是大，1个字大，2个字非常大，3个字非常非常大。因为这个可能咱们在视频中就很难感受出来，你到了现场之后，你就感受到这棵树的一个巨大。那么这棵树的上边呢，其实已经断了2、3棵的枝丫，导致呢它的只有这边呢才有枝丫。那么这边的枝丫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茂盛，但是呢左侧呢其实是光秃秃的。我们走近一看呢，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撕裂开了一条口子啊。可能这边太重了，又或者说是这边掉枝丫的时候给弹开的一道口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棵4000多年的古树呢，需要人类的一个呵护啊。那么，是不是这边呢应该给它加固一下，对吧？要不然这种大风吹啊，或者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还有啊，就是它这个下方，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呢，实际上看到这些千年古树呢，它的周围呢都是围起来的，而这一棵千年金丝楠木呢，实际上它是没有围起来的。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边上跟它围起来围一下？今年因为这个天气特别的一个干燥，你看这个树的中间呢，有很多这个树皮呢都已经在往下掉啊，看着好心疼，好像是缺水的这种感觉。可以说呀，这棵树啊能够存活到今天，实属非常不容易。它经历了数千年的这种山体滑坡呀、电闪呀、雷击呀、泥石流啊，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的一些摧残。我们也看到它整个树的这个身体啊，也是伤痕累累，真是不容易，非常值得让人敬佩。我站在这里呢，可能大家还是感受不到这棵树到底有多大，可能要用数据跟你们讲一讲呢，才能够大。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树围12米啊，树高43.5米啊等等，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。但是我来告诉你，这个树围12米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它这个树的胸径、直径是多少米呢？3.8米。3.8米什么概念，朋友们？我们2个1.9米的人躺在地上对接起来，这就是这棵树的一个宽度。朋友们，你见过这么大的树吗？所以说这棵树4300年，那真的是此言不虚呀。说它是亚洲楠木王，真的是不为过呀。你有听说过哪里有3.8米的直径的树吗？可能没有听说过吧。而且它还是金丝楠木哟，你们知道吧？金丝楠木它堪比黄金还贵，因为它生长的非常非常的慢。比如说我们要拿来做这个房子的这些柱头哈，可能就是这么粗一点，它要长多久才能长这么粗呢？200年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昂贵。那么金丝楠木呀，也是我们近代呢才开始把它保护起来。在明清时候啊，这个大量的砍伐，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木料它是万年不朽木，就大量的砍伐一些有钱人家呀、这个皇家呀等等啊，用这个金丝楠木去建房子啊，做各种各样的家具啊等等。所以说呀，在云贵这些深山里面，很多的金丝楠木呢，就是被那个时候大量砍伐的。你看我们这个楼房村呢，也就只剩下了这一棵巨大的树，可能是因为它的树龄时间太长了，才躲过一劫。那我们周边现在，因为你看不到比它小一半，哪怕是小一半的树，你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些这么小的一点树，可能也就是最近100-200年长出来的。可能你们见到过的金丝楠木，也就是2米多的直径吧。这种树都是多少年？一般都是1-2千年。这棵树是3.8米的直径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数据。所以说，这棵树能够生长到现在，实属不易，非常非常的罕见哈。如果说咱们用现在的经济来衡量咱们这棵4300年的千年古树的话，那么它的价值值多少呢？1个亿、2个亿 ？No， 它在中国来说都是无价之宝。大家好，
现在我在我们贵州的乌江边上，哇，看一下这个江对面呢，竟然还有一个村子，非常漂亮啊。他们那儿呢是不通公路的，要出去的话就是要渡江。那么每一家的这个房子下边呢都放了一个小船，哇，真的太爽了。他们这儿渡江可以沿着这个地方一直往上走啊，直接能够到达哪里呢？县城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村子啊，真的是很漂亮啊。然后从这边一直下去，那边可能还有10来户。这儿呢有个7、8户，你看他们每一户的这个下边啊，这儿都有停放一个小船。你看这都停放一个小船，这边也是，就是家家户户都坐船出门啊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个村庄呢也是很原始，很原始啊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过去玩一下？要等他们这个村民自己渡船过来，因为他这里没有专门乘坐的那种公交船或者客运船，只能是他们每家每户的自己的这种小船啊。过来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随着他们过去，去那边玩一下。啊，酸了，酸了！你们在这搞，哎呀，你们这边还要得？这20头了嘛？搞航拍啊？你们每天都要过来吗？在这边打果子啊？哎，哦，好久过去啊？下午过去。下午过去。嗯。哦，就相当于你们要出去的话都是坐船。哎。可以直接到县城吗？可以啊。哦，从这里开就到县城了。哎。我刚刚正好在这里航拍的时候呢，那个对面的有一个叔叔他开船过来了，他们的种的这个稻谷啊，在这个河对岸这边，这有个阿姨在这里洗衣服，然后他们的饭都带到这个船上带过来了。哎呀，本来我说在这里等一下，看看
能不能到对面去玩一下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没有船过来，都在干活啊，对面都是在船里，都是在这个地里这2天收稻谷，所以没有船过来。我在这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没有船过来。然后这个船的话，它要在这边把这个活干完，干完了之后再把那个稻谷装在这个船里，再运过去。他们自己的这个饭都放在这个船里面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过不去了。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啊，再到这里来，带大家到对面去看看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大山里。刚刚你们看到那个路了吧？基本上没路哈，我自己开路上来的。这一端都算好的，像刚才那些镜头你们看到了。我目前呢是把车停到这里的。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呢？这里还有一段路呢，有点太陡啊，不太敢开上去。那为什么到这里来呢？下边的村民跟我讲啊，这个山的山背后啊，有一独户人家居住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过来上去探访一下。刚刚那边转了几个小山头的那几段路啊，确实开得让人有点心惊胆战的。这个山上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就像是荒山一样的。然后这些地里好像种有一些茶叶。哇，这一户人家是居住在这个大山顶上。我们看一下这些毛杆草啊，这么好的这个草，这个上面应该是搞养殖的一个好地方啊。像这种地方它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啊，大概就是900多的一个海拔。哇，非常漂亮，这儿的环境很漂亮啊，朋友们。哇，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一片平地啊，这一片平地都是好几亩地。然后这一户人家他就是居住在山顶哈，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后山有很多的这个沙漠，那么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们常说这个隐居深山，隐居深山，这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看他是坐在这个山头上的，整个前方啊是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。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地里呢也是种了好多的这个茶叶吧，这个是茶叶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哈，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在不在家。在这个大山之巅住着一独户的这个人家哈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看这个还种了挺多的这个地啊，这个是种的啥瓜？这个是丝瓜。我好像以为听到有声音了，是有人在家的。周娘，周娘，有人在家没得？哎呦，老人家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哦，你吃饭没得？吃了。吃了哈。哇，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上？在山上干什么嘛？耍呀！啊，耍哟！是啊。啊，我听他们说山上有家人了，我就跑去上来耍去了嘛。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啦？你这儿安逸哟，看得开哟。不用，这个条件嘛，水都不大甜。没水的啊？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？那么就没得水沟。那你总要吃水噻？现在因为遭了今年天干老虎嘞。你干了哦，这个干了活，这个水全都干长了。你看你种的这些豆儿都干死了。哦。你贵姓呢？我姓徐。姓徐哈。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吗？哦。哇，好亲近。你也没有养条狗啊些哈？这些土地全部是你家的吗？这土地的时候，这是搞这些地这些全部都是啊？山呢是不是你的这些？山我有啊。你也有哈？这些菜林也是的。菜林哈，后面这些山都是你的。哇，这山上安逸，就是全是水。哦。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？那边背。
北顶那次，要背好久啊？背开包学。我天，你看背是要背个把小时啊？嗯。哦，怪不得你没有喂猪牛啊些，因为你喂不上，喂不起哈。我开人就喂猪啊，乱走。你也开人哈？老伴儿不在了。死了，就好7、8年了。7、8年了哈。你们是祖先就在这儿住吗？是啊，是从来就是我们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在住。你有几兄弟啊？我们几兄弟我个人。哦，你们父亲也就是你一个？嗯。他们搬来这儿好多年了呀？你晓得吧？总共多年，180几十年。180几十年了。那你小孩那些啊？啊？小孩那些啊？我小孩啊，那个儿子娃儿，过30岁了没结婚，问题是过了有8年了，电话号都不接。你儿子有30岁了，在哪里啊？在浙江温州。浙江温州。哦，女儿呢有几个呀？女儿4个。4个女儿，都结婚了哈？他们结婚了。有嫁在外地的没得？没有。都是本地哈。都是。那你儿子为啷个出个7、8年的没联系啊？他是啷个不晓得，他这还是他家娘死的话回来去了几个，电话叫了也不接的。哦，等于他妈妈过世了之后他就回来的，回来之后出去之后就永远没回来。哦。他是跟你有啷个过节没是啷个原因呢？他是啷个的搞不清楚，他家人不晓得很严重，他也不希望说多话，他不希望说多话。哦，我的意思，他是跟你跟他有闹不高兴的事情没得呀？没有，这从来你吼都没吼过他，从这20、30岁呀。那你7、8年没有联系，你不着急啊？就他不来也不接电话，你。我就是电话打得通，他就是不接。啊，他几个姐姐跟他联系过没得啊？是目前特地解决计划。那你平时没得事啊，也经常走女儿那个耍去呗？要钱哈。哇，我看你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料哎，这是拿来做木头的吗？因为他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嘛，所以这个大树也比较多。你看这里存了好几个的棺材，1、2、3，应该是有4、5具的这个棺材的一个木料，都是堆在这里的。就是它这里呢，确实是缺乏水源。你看这些沙树长得好笔直啊，好直啊。因为它是住在这个山顶上啊，它也没有蓄水的地方。可能只能靠这个山泉水呀，就是下来的时候蓄一下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这个蓄水池，所以住在这个山上，这个环境是非常好，空气也是清新，但是就是吃水真的是挺难的啊，挺难的，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山是最高的，两边的山呢也差不多，它要去吃水的话，可能要跑很远去。那你有好大年纪的水？75岁。75岁了，那你像你女儿那些是每年都回来看你噻，肯定啊。我们你也不到，他就到一定，就每天都要跟你联系哈。那还挺好的。他们肯定喊你去跟他们一起住噻，你干嘛不去？他住的和他们也小，生活不要把握他也不喜欢去把握的。对，是的，年纪大了的人要起软点儿，年轻人要起硬点儿。哦，对。这生活就不一致。你说整那个煮个饭，煮个趴西西的话，年轻人又不喜欢哈。哦。你说上来这段路是你自己修的啊？我个人花钱是兄弟了嘛。你花了好多钱呢？花了4000块钱噻。花了4000哈。花4000块钱修的。哦，你们这边呢，确实真的是个好地方，就是没有好好的发展。一个人在这上面住，你倒是清闲凉快。测水啊，你看背一桶水也够撑2天哈。那我走了，叔叔。够你饭才行嘛？不够，我都不饿。那我走了，叔叔。没得事。有机会在你这儿耍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大山深处啊，我这个周围都是差不多原始森林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条毛的公路下去，我隐约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。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看这个群山环绕，那么将这一户人家呢是围在这个位置，那上边呢是从这个森林之中通过的一条公路啊。它这个位置呢，就相当于只有这一小段是这个毛马路啊。现在太阳大得很，已经是下午4、5点了。大家看看，房子在那里，你们就说这个地方好不好吧？门前这里有一口大水塘，对吧？好像是干枯了。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老是不下雨？你看这个房子后面背靠大山，左边右边都是山，这个地方是真舒服啊。这儿应该是曾经养过牛羊，还是养过什么？哇，棺材棺材，见官发财，朋友们。这里好大的一副棺材，这棺材超级大，这个树也是非常大。你看，你们看这边的建筑就不一样啊，这边是属于这个绥阳县，他们绥阳县这边好像是把这个房子啊，木房子是建的这个2层啊，左右啊，你们注意看这个房子的左右，左边是高山，右边的山矮一点。然后背面是靠了一个大山，所以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是不是朋友们讲的背靠大山，左青龙右北虎，前面又非常向阳，从这个地方对出去，是不是这个格局？这户人家除了这个种了好多的烤烟，然后又在这里养蜂了哈。看这些地方也放了这个风筒，这个也是风筒，这个房子上也是挂的风筒。这好像没人在家吧？这边是做了一个偏房，然后下边还装了玻璃，上边也装了玻璃。它这个是3大间的一个房子，而且是2层半的。你看这个格局，这房子夏季住着多凉快，是不是？哇，漂亮漂亮！耶，我们看这一家人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哦，看看这个衣服，这个帽子，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居住在这里哦，但是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哎，他们这边这个房子的构造还是比较特别的。你看下边，它是3大间，一样的有中堂的这个大门，它的这个第2层同样有中堂的这个大门。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！这种房子是属于这个2层半的，像他们绥阳这边为什么大多数会建2层半的房子啊？原因是他们这边的木料比较好啊，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木料，因为背靠这样的大森林啊，所以是完全不缺木料的。所以他们建的房子呢，大多数就是木房子的，大多数都是建这种2层或者说2层半的啊。你看这个房子就属于2层半，那真的是非常大。你看下边3大间的话，实际上它是7间房，那楼上呢，又是3间，相当于它这个房子的话，它有10间房哈，所以可以住好多的人。你们看这个房子啊，真的是非常漂亮哈，它是背靠大山，然后整个一圈全部是被山围住的。那么左边的山高一点，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，所以整个房子的格局非常好，而且是独一户居住在这里，不要太爽。房子门前就是一个水库，有这个公路呢做堤坝把这个地方蓄水，然后房子呢背靠大山，左青龙右北虎啊，好格局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在铜仁思南县的乌江边上，路过这个小村子啊，我发现对面那里有一片崖壁，隐约的看到这个崖壁
中间呢有一个山洞，从我这个位置过去呢，应该在5公里的直线距离。那么它的高差跟我这个位置应该比这里要高大概400米。那个崖壁中间呀，我发现有一个山洞，我觉得还蛮神奇的，在悬崖的中间有一个山洞。我想用无人机从这个地方飞过去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飞到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看看那个山洞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你们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挑战，从这个地方飞过去，看看能不能飞到这么远啊！我把这个屏幕录一下，到时候呢，给大家一个证据，我到底有没有飞过去。哇，朋友们，不可思议啊！我竟然飞到了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个飞行高度大概是400米，那么飞到那个洞口是差不多4公里多，好神奇！我们在这个悬崖的山洞中啊，竟然发现了3个灶台一样的形状，应该是里面有可能煮饭吃吗？那么在这样的悬崖洞中，怎么会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呢？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好多的这种泥土沙，这些是哪里来的？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啊！在这样的深山崖壁的中间的一个山洞里，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。难道里面有居住过人吗？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在里面修建的呢？那么进山洞里面的这些人又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里面呢？有很多的谜团，真的是太奇特了。你们觉得这个悬崖山洞中啊，建这些奇奇怪怪的灶台是干什么用的？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还有就是它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的？你看光秃秃的，对吗？上去下来都是很不方便的吧？难道以前的人会有翅膀会飞进去不成？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哈。你们觉得呢，朋友们？
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我在贵州大山深处这里发现一个隐蔽的山洞，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山洞口啊，竟然建有一栋5层的楼房。我们看这个形状啊，好像已经废弃了很多年，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我们一起进去探秘一番。现在呀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的下方，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遵义市凤冈县的土溪镇啊。这个洞的下方这儿呢是有一条公路，那么要上去呢，就是从这个位置上去啊，要步行上去，大概是10分钟左右呢，就到达那个悬崖脚下的那个洞口那儿。5层楼房呢就在那个位置哈，应该是比较好看。走吧，上去看看。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挺难让人发现的，因为你开车往这里过呢，你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房子，你只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崖壁，里面整个感觉呢，就是给人一种特别阴森森的感觉。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有水流下来的，只是现在呢这个整个天气干燥比较厉害，所以水流呢也基本上干断掉了。那么我们从这个进来这个路的痕迹啊，就会发现已经是废弃了很久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石梯的话，它下面是一个镂空的，我们相当于步行在这个悬空的这个梯子上，仿佛是走入云端的这种感觉啊，就像是这种天梯。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崖壁，你看山洞建了这个5层楼房就在这里。走到这个跟前啊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特呀。我们修上来这个路啊，它都是比着这个用楼梯修上来的。你像这些地方，像这个石头都是斜放在这里。那么你看它这个5层楼的楼底啊，都是悬空的，所以说当时修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应该是费了很大的一个功夫。走。有声音了，干嘛呢？吓我一跳，竟然有人在这里！哎呀，你们2个住这里的吗？有来玩的？有2个兄弟在里面啊，他们也是来玩的，我以为是住在里面的，吓我一跳。来看一下上面。上面吗？我上次来没有进去，不敢进去。凉快哦。哇，这个地方有水从上面滴下来。走吧，进来看一下。上次1个人不敢进去。哇，这个地方大家看看，你们特别好奇的，这个房子里面到底有啥？我们今天就能一睹为快了。看看它这个房子是5层楼，是吧？建的是5层楼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进洞去看一下。这个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的，我也非常感兴趣的。哇，一到这个洞口，非常的凉爽啊！天哪，这边都是废弃的。你看，这边是厕所，这厕所好豪华呀！你们看一下这个厕所的这个岩壁啊，都是这样的这个石头。啊，这种石头叫风化石嘛，看着好像。这边呢，就从这个楼梯上2楼，这里边呢也全都是废弃的了。哇，也走到这里面来，感觉一股阴风袭来，好凉的这个风啊！这里是2楼。我天哪！你们来了多久了？来了这会儿了，半个小时了。这个里面修这么多小框框，这个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养殖的。养殖的？应该是养殖的。这么多框，这么多小水池。这感觉是养什么？养娃娃鱼吗？还是2层的这种小水池，上面1层，下面有1层。我之前没来过，我今天第一次过来。你也没来过吗？哇，你们在这上面一讲话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有鬼呢。这也是底下
这个就是2楼。你看2楼看出去根本看不到外面。这边还有一股水流。3楼怎么上去啊？我们能不能上楼顶去看看呀？哇，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这里，你看到这么多的小水池，你心里面一联想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害怕？这风特别的冷啊，这里面的风。刺骨吧，有点。对。你们俩就是本地的吗？对，离这里不远。哦，怪不得。哦，这上面跟下面不一样。这是上面哈。啊，上面有点大。哦，这上面又是大池子的。呀，小心一点哦，这个山洞里说不清楚的。哇，这个建成这个样子，这个老板花了不少钱呀。对啊，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全部是人工搞上来，这没有个几百万根本搞不出这个样子来。为什么现在会荒废了？对啊，他这个看样子是养鱼的哈。哦，到上面一层看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又到上面去看看。说实话，一个人真的不敢进来，太吓人了。要是不看到你们2个在里面的话，我一个人走到门口，我就回去了。这是缘分呐。对。这个上面还有个转角。这个往上走，越走。哇，这上面好像还有个粉色的洞表。啊，越走感觉有点吓人了。越走越凉快了。对。这里呢？啊，这里也是这种小的这种池子。这上面比下面大。上面好像宽一点。这就是4楼了，对吧？这是3楼。应该是4楼了。好像是3楼。哇，真的很大呀，很大呀！你说一个人走这里面呢，你要不知道是干啥的，感觉就像搞什么实验的哈，有点吓人的嘞。而且他也挺奇怪，他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敲碎了呢？敲它干嘛呢？我觉得没必要啊，他要走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呐、这些东西全部敲碎呢？敲碎了看着好恐怖啊！奇怪的。对啊，你走就走呗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敲？难道是大晚上的有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敲吗？我们到上面看一下。人都来了，要不然走就走啊。对，这个蛮吓人的。哇，上面好像没光啊，光的能进去。它上面这里到洞顶了吧？哇，这个洞好大。哇，这里凉快，这里凉快。哇，这刚才是洞呀。哇，有声音。这里面刚刚有声音，好像什么在跳。好，听到啪了一声哈。对。感觉有点吓人啊。哦，有水，有水。不会是有娃娃鱼吧？这说不清楚哎。再往里面去，我不敢去了，有点小。我天哪，这个。你别走上去哦。哇，这挺深的，那里面就是洞里面了哈。嗯？哇哇哇哇，那里那么多蝙蝠！天！哇，那里全是蝙蝠。啊，这个上面也全是这种，敲烂了的这些小池子。不是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敲烂？好奇怪啊！你不敲烂又没事，你要走就直接走呗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全部敲烂？哇，好神奇啊！这上面就是洞顶。哦，飞了，蝙蝠！看到没有？这个镜头中间这一片全是蝙蝠，全部是蝙蝠屎。这个下面，走吧，别过去了。走了，别过去了。挺吓人的。这里还有烧火吗？啊？
看到这里有人在这里来玩过。我感觉晚上这里可能有噼里啪啦的东西。还是到外面来好。你说在里面的话，这个心里面老是咯噔咯噔的，感觉还是有一点那种怵的那种感觉。朋友们，现在已经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。说实话，里面真的是阴森森的，一直对里面有好奇啊。现在我们5层楼都看了，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？里边应该是养殖这个中华鲟和娃娃鱼的。它那个大的那种池子呢，应该是养中华鲟；小的单个的那种池子呢，应该是养娃娃鱼。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，它可以搬走，但是为什么要把里面的这些池子全部敲掉？这个让人看去真的是有点惊悚的这种感觉哈。然后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废弃的呢？咱也不清楚。在这个山洞口建这么一栋5层楼房，而且呢，它还要沿着这个峡谷进来，要建这条路，我估计整个工程没有个400-500万，可能是做不下来的。当然，这个老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500万都不要了，直接把这个房子废弃在这里，咱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我觉得呀，拍恐怖片的朋友啊，真的可以到这里来尝试一下，你都不用布景，你走进去就已经感觉很恐怖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探洞之旅呢，就到这里。